以太坊什么时候会迎来补涨行情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我在 Bybit 上面目前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的多单。那以太坊呢是只有20万美金，因为我发现了比特币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呢，它的走势是比较强劲的，所以我的仓位开的稍微大了一些。那以太坊的仓位就只有比特币的一半。我们可以发现利润的部分呢，目前总合起来有将近非常接近400万台币的利润。那比特币是掌握了大概16%的涨幅，很接近16%。那以太坊呢，仅仅就只有8%，大概只有一半而已。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你感兴趣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500U，然后质押1个礼拜就可以获得6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的。那 BitGet 你只要入金达到一定的交易量呢，就送你100美金的体验金。好，我们回到盘面上嘛，你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目前的走势当中啊，以太坊它走得非常弱。其实我自己也有深刻的感受到，因为我也有把我部分的现货呢是拿的是以太坊嘛，当然最主要还是比特币为主。我的期货仓位也是的，但是以太坊我还是有拿。我们可以发现，以太坊在最近的走势当中，比特币在涨的时候，它有跟着涨，但涨的就很慢，慢了很多，少了很多。那比特币在跌的时候呢，哇，不得了，以太坊它就一下跌了很多。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，这个是以太坊的日线图表，你可以发现它中间呢都有产生回落什么的。那后面的涨幅有，但也没有走得很强势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同周期并且相同时间的比特币，你可以发现呢走的就非常的顺畅，包括我们前面这一波暴拉，然后中间的微微向上的调整，还有后面的暴拉呢，都走得非常的顺畅。那以太坊呢，它却没有出现相同的行情。那这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两个数据，第一个是 Bitcoin Dominance， 第二个是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汇率。这两个数据如果我们研究清楚了，我相信对于比特币还有以太坊的强弱关系呢，或者是以太坊它什么时候会补涨，可以有很深刻的了解。那首先，我们先从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汇率开始。其实这个是最直观的，就是当这个图表在下跌的时候，就表示上涨的时候呢，以太坊它就涨得更少；下跌的时候，以太坊它就跌得更多。我们可以发现，目前我们是慢慢回落到了前面的低点左右。我认为这个地方它会形成一个蛮强劲的支撑的。你可以发现，我们在前期呢，它刚好就是回调到了618位啊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这个位置呢，就是上涨之后，然后回调。那回调的点位呢，它就是到了618位左右啊。你可以发现啊，上涨之后回调，它的点位就到618。其实这也可以显示了斐波那契它是多么的神奇。那其实我认为前面的这个低点，我们是不应该去跌破它的。如果说跌破的话，那就完蛋了。如果说前面这个低点跌破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这轮小牛市当中，以太坊它都很难翻身的，也就是它很难会出现补涨，甚至呢，它在减半之后，它才有可能出现这种比较强劲的上涨。那以目前来看呢，我们是有回落的，还没有到前面的低点的，但是也很靠近啊。那再来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在周线呢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画出一条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呢，它有3个接触点哦，最上面这个，然后中间这个，还有最下面这个。我认为这个是绝对有效的。那以太坊什么时候开始补涨，或者说以太坊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更强势呢？其实我们要等待它突破这个趋势线的时候，等到它什么时候突破了，那么以太坊就是什么时候转强，我们可以等待一下。那目前肯定还不是的。那只要还不是呢，我们现货持有的部位就应该是比特币比较多，当然期货也是。期货的话，一样也是做多比特币为主，比特币的仓位要比较重。那我们来看一下Bitcoin Dominance 吧。Bitcoin Dominance 我们直接从周线来看，周线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级别。其实我们在上一轮我们先说明一下好了。Bitcoin Dominance 它可以说明在总体的加密货币当中呢，比特币它的市值占比是多少？在总体加密货币的市值当中，比特币的市值它的占比是多少？也就是这个指标往上走的时候呢，就代表说，比特币它的市值占总体加密货币的市值是往上的，也就是比特币在走强，资金被往比特币这边吸。那反之的话就是相反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迎来山寨季的时候呢 ，Bitcoin Dominance 它会非常猛烈的下降，那也就是比特币的资金呢会流往山寨币，还有一些以太坊这种币身上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这一次下跌之后的反弹呢，我们是回到了618非常完美的就到618。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在这一波下跌过后呢，这里的下跌过后，然后反弹到618位嘛，就刚好在618，所以618真的是很神奇。斐波那契
618真的是很神奇，它就是回调到这个位置。那我也会认为呢，我们现在正在走一段上涨嘛，那它当然是针对我们前面的反弹，所以我们可以再测量一下它会不会再走出一个618呢？我认为这个几率是蛮大的。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下跌过后呢，会不会走出一个618的这个反弹？那618大概在60%左右啦，回调到60%也就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呢，比特币还是会比其他的币种要来的更强劲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呢，也刚好是618位。那其实618这个地方它合不合理呢？我认为是相当合理的，大概是60左右嘛。我们刚好就在这个点位就在大约5758左右吧，大概5758左右精确来说，它可能是585960左右这个位置，它刚好就有前期的互换，这里有产生支撑，然后这里有阻力，然后这边有产生过换手。那我会认为，其实60%这个目标价位是合理的。我认为涨到60%左右，那 Bitcoin Dominance 它就会来到顶部了，它就会不再强势了，也就是比特币它还会再强势一段时间呢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就应该多多拿着比特币，然后少拿以太坊。做多当然期货、现货其实都是这样子的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什么时候会迎来山寨季？什么时候以太坊呢会开始暴涨？什么时候山寨币开始会变得比较有机会？因为大家也都知道。现在我自己是比较不做山寨币的，因为山寨币其实跟比特币的涨幅比起来呢，没有好很多。当然很个别的例外，极个别的例外，但我们总体来说是这个样子的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打开一个指标，它可以帮我们标示出我们什么时候减半我们来看一下 hash ribbon 因为 hash ribbon 它是对减半这件事情它刚好是很需要的，所以它就会有标示出来。像我们减半呢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就产生了减半。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牛市是减半行情嘛，减半之后才会开始暴涨，所以这2次。好，那我们把减半的时间点画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标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呢，我们当时走的是减半。等一下减半行情嘛，减半行情。那我们这一次减半呢，会在4月左右会在明年的4月左右，这2次都是减半。那减半过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们山寨季是什么时候？就是以太坊开始走强，以太坊开始变得更强势，山寨币开始变得更强势，是在这段区间这段就是山寨季，就是山寨走得很强势的时候。那这里呢，大概是这样它下跌是非常的猛烈，非常的夸张这里呢，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山寨季，Altcoin Season。好，那我们再把这个山寨季呢，再拿到前面来那我们可以稍微测量一下，其实我们从减半一直到山寨季开始它大概是走了231天左右。减半到山寨季开始是231天左右，那我们现在连减半都还没有231天，连续2次都是231天那我们来画一下我们这一轮什么时候会开始山寨季呢？我们可以用前2轮的时间点来推估，我们这次会在4月左右会减半，4月左右会减半。好，那我们把减半呢给移过来然后呢，我们也抓231天，大概231天至少我们在过去都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拉一下231天，大概是25年的年初，或者是24年的年底，也就是明年的年底的时候，或者说是后年的年初，大概就是山寨季开始的时候。所以大概是这个时间点，大家可以掌握一下那现在的话，当然还不是要走山寨季的时候了。OK， 好。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对了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是一个小补充，这个也是别人整理出来的。这个呢，它可以显示了比特币上涨的周期一开始的时候会是比特币最强势，再来是变得以太坊强势，再来呢是山寨币，但是市值比较大的山寨币开始变得强势，那最后呢才是这些小的山寨币会变得很强势。那当然，我认为我们现在呢还是在第一个阶段，也就是比特币最强势的这个阶段里面呢。好，希望这上述的影片呢对你是有帮助的。好，如果说大家想要看更详尽的资讯呢，可以看一下我刚刚直播完的这个影片里面有很多内容的，很欢迎大家可以去看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